Hello，大家好，我是龚有才，一个比特币的老玩家。这一周3天呢都非常的忙碌，我也是刚刚才忙完回到家，就现在已经是晚上的10点半了，刚刚回到家，就有点累，但是又觉得已经4天没有发视频了，感觉也不是太好，所以想了今天还是录一期视频，简短的讲一下行情。那今天这个视频呢，我其实想稍微多讲一点点东西啊，是因为有那个就 Discord 的那个群友有跟我私聊，然后讲一下他最近的一个近况。这个我一会视频最后再讲吧，我先说一下，还是先说一下行情啊。先说行情，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 TradingView 今天打不开，所以我就拿这个 Bybit 的界面来讲嘛。然后我们先说目前看到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是现在这个图你们看到是没有任何的辅助线的，也没有任何的斐波那契的这个通道或什么的，因为我之前都是用 TradingView 来画的嘛，今天就没画。但是我们即使不画这个线啊，我们从这个图的量能，我们也能够发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你去看下面这个量能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呢？就是空头的量呢，确实是有在起来啊。如果去初看的话，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清啊？就你看这个空头量，它确实是有在放大的。有人可能会说，诶，这一个量可能我放大一点啊。就是这个量呢，可能它会不那么的完全的那种空头的强势，是的，没错，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呢，你如果再去看反面，也就是这一段时间里面，多头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比如说这一天这个多头是放量了，没错，它其实在前面一段时间都走出来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增量的一个情况。然后随后呢，多头缩量，直到这一段时间基本上无量，再到一次这样子上来再缩量，然后慢慢的再缩，直到最近的这几个基本上多头量就已经缩没了。当你去拿空头和多头的量对比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空头在最近的一段时间开始不断的去积累它的这样的一个量能，就是它有做一个通过时间去换空间啊，就积累这样一个量能。然后呢，导致了就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最新的行情是比特币在昨天的晚上，对，4月5日的晚上是有回到47200这样子啊。现在看的是 BTC USDT 的这个数据啊，回去之后，然后呢就开始就一直往下，到了今天最低的是刚刚到了43700，好像是我在开车的时候。就到了这样一个位置，刚才已经说了，这样就刚才这一段属于一个复盘，就我们讲一下它是为什么会这样子。那基于现在这样子一个多空量能的一个表现呢，我对于接下来行情的一个预判呢，依然是认为它会持续的往下走啊。那么呢，我还是用斐波那契通道来讲一下，我们先把这个图略微放大一些，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什么神奇的现象，大家看一下这里。对吗？这是刚刚就是这个下跌下来比特币的价格触及到了斐波那契的0.618的位置，然后开始有一些的小反弹，这个价格大概是43800、43700这样子，就可以说这是一个这是这一段看空的一个目标位。那目前来看，就按照这个通道的这个位置来看，到0.618之后，很大概率呢是会发生一个这样子的一个震荡的，这个概率很大。而且我们再结合看下面量能的话呢，接下来的行情它继续去走一个下行的可能性呢是会比较大的。就比如说它去到0.5的位置，0.5大概是在42500这样子，42500就这种可能性会比较大，因为刚才也说了，整体这个空头的量能呢是有一个积累，而且在放大的过程，而与之对应的多头的量能，也就是绿色的这一部分量能呢，是有很明显的一个衰减的情况。然后今天再看基本面呢，是一个很搞笑，就是 Michael Saylor 就是 MicroStrategy 呢，它是每一次它大量买入比特币，都会之后整个市场都会有一波下跌。好像上一次的下跌也是因为它大量的买入，就是这一波吧，这一波下来从，不是这一波，是这一波从52000的那一次下来下到33000，也是因为
MicroStrategy 它的这个买入的操作导致了一个币价的下跌。所以这里也想说一个什么呢？就是其实买卖啊，并不是说买盘很有名，或者是机构介入就一定会导致币价的上涨，这个不是绝对的，因为任何一个买卖它的成交都一定会有对手盘，都一定会有它的对手去把货或者就钱和货会这样子相互的交换，这里说的货就是比特币啊或者是以太坊这样子，会有个这样的交换。所以呢，不要就你如果是看我视频的话，就记得以后不要被那种很简单的或者说很基础的那种话术或者说法去引导，比如说因为大机构买入所以它就会涨或什么，比如某某币因为某个大机构投资了所以它就一定会涨得很好什么的，其实不是绝对这样子的啊。更多的时候你可能要去观察一下市场的热度啊，然后整个市场对于它的一个信心啊是怎么样子的，以及通过像我们刚才这样子，我们用技术的这种观察去看一下它的量能，因为交易量呢是不太容易去骗人的啊，这个我就不在视频里展开说，以前我有视频专门去讲就是量能这个东西，包括接下来在4月中下旬会开的自然交易理论的课程，我也会有一部分专门去讲这个量能是它有什么样的一个意义啊，这个到时候我会在课上面去讲。那这就是我想对于行情的这样一个分析，今天的方向应该还是比较明确的吧，就大家看到这个图里面这样子。然后另外再补充一下，就是有人问我说怎么样子去设置这个止盈止损呢？止盈止损以及什么防守止盈止损，其实这个已经是我有很多期视频都有讲到这个东西，而且教程类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就你搜一下就一定可以搜我的频道就一定可以搜索到讲止盈止损的这一部分内容。那这期视频呢，我也简单的说一下，就比如说你看我下面这个持仓的单子，你在这个 details 里面，你就可以去设置它的不同价位的一个这个叫你用的是这个 stop loss 也就是止损，但其实它是一个防守。为什么呢？比如说我这个防守，我这个止损的价格是46300，对不对？但我实际上开仓价格是47084在46300止损，那也就是我会在盈利的时候止损。你看它的 details， 它 details 就是说如果你用这个价格止损，那么你的 expected profit will be 784到784 USDT 这样子，就你是盈利的，你是盈利的状态去进行了一个止损，这就叫做防守止盈我们叫防守止盈，这样会说的比较清楚一点，它其实也是一种止损的操作。那么用 Bybit 这个交易所好的地方就是你可以很方便的去拖它，比如说我现在其实就想改我的防守了，前面这种47000的防守我觉得没必要，就我可以把它往下拖我可以一项一项这样，哎呀这个图太小了，就这样子你可以拖着左边这个标签，然后就可以把你的防守全部都往下拖就很方便。因为大家看到我的仓位也是那个总共开了几个，总共开了等等这个往上拖一点，不要拖这么低吧就我的仓位总共是开了8个，然后我现在呢也是我按一个比特币这样子来进行止损的进行防守的。那么目前这样子我就拖完了就 OK 了，就操作起来很方便这也是我推荐大家，如果你参与衍生品的交易的话，用 Bybit 的话呢是很不错的，它的整个交易的系统交易的体验我认为是很棒的这个就是我自己作为一个真实的交易者，我觉得这个是很棒的。那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用视频下方的链接去注册这个交易所，然后去尝试一下。说完这个呢，然后我就说一个刚才在开头的时候有提到的一个东西，就是有一个 Discord 群友跟我分享他最近的近况因为近况呢就是他说其实有2个群友分享，一个群友呢是他之前在中东那边去开便利店，然后因为这个疫情的一个席卷，就导致他的整个产业呢是受了很大的影响，就没有生意可做，然后呢导致了他破产，甚至还负债。然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之后呢，那家乡人又就不待见他，就觉得
他出去在中东这边去奋斗了这么多年之后，也没有任何的回报，甚至还负债累累这样子然后就离开他，就家人也数落他，然后妻子也离开了他，就这么看来，我觉得是一个很惨的一个情况我其实有去安慰他，我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我也相信他能够振作起来。就我说这个案例的意思呢，其实是想说，其实人跟这个国家或者是跟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差不多的这个命运，就我们的命运很大时候会因为大时代的一个情况去决定我们整个生命的一个意义啊，或者是方向啊什么的。那当不顺的时候，其实大家都不顺，那往往只有那些你真的能够撑住能够挺住的人你至少自己心理上没有被打败，你觉得自己还能够站起来了，这种当你有这样的像他这样的一个经历的时候呢，一定在之后会变得非常的强大，你会比没有经历过的人会强大无数倍你会觉得很多人现在经历的那些东西都是很微不足道的，就很平凡很普通的，然后你自己是会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心理的防线，以后你再遇到这样的事情，你一定是可以撑住，然后你一定是在这段时间有去思考要怎么样子去度过它，去克服它，以后再有这样的情况，你也一定可以去做得更好这段话是我想说给他听，如果他今天有看我的视频我也希望可能不仅仅他有在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其实很多人都有在经历这样子的苦难，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都有在经历这样子的苦难就希望大家都能够更好吧。至于做交易这个事情我想说有一些优质的资产你是可以常拿的，比如比特币和以太坊，甚至是这一轮有去新冒出来的一些被广泛接受的一些这种数字货币，比如说波卡比如说Luna 等等，这些我都觉得它是有比较大的一个这种用户基础的，甚至人们会比较看好它。那当这些优质的资产它有出现一个快速下跌的时候，就我在上期视频也有说就不要害怕，快速下跌的时候可能正好是你去加仓，你去补仓，你再去买入的时候，当别人都真的感到害怕想要离场的时候，那就是你进场的时候，这种时候确实是非常好，但是你可能会要熬过一段时间，那段时间可能它一直在震荡，一直在低位震荡，甚至有可能它再来一次腰斩都有可能，但是往往就包括我身边这些他们到这一轮变得非常富有的朋友，他们都是在上一轮有去经历过腰斩的，就他们持有的那个比特币可能也不少了，已经很多了，但是在原本他们的持仓价格之后又经历过腰斩，他们也觉得很痛苦，压力很大，但是他们都扛过来，所以他们现在就会变得很好刚才讲那个事情，包括讲现货的事情，其实我觉得都是呼应的，一个是可能跟你人生相关的，一个是更加微观的跟交易相关的，但其实都是一码事情就希望能够坚持住，然后我们对于市场呢，对于整个区块链或者说对于比特币吧更加有信心。那一些比较小的新的这些数字货币或者项目呢，它可能可以给你带来很高倍的收益，但是也希望每个交易者能够理性的认识到，他们能够成为100倍或者是1000倍的这种概率是相对来说比较少的，但他们比较小，但他们也有可能呢会有很大幅度的一个亏损，会造成你很大幅度的一个亏损。那这个东西就是看你怎么样子去分配你的仓位。我当然是建议大家不要把过多的仓位去放到刚才说的那种，比如山寨币或者是那些高风险的这种投资，包括衍生品也是一样。我一直建议大家，你在参与合约、参与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要放超过你总可支配投资金额的10%或20%，20%我觉得已经很多了，已经非常多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做好仓位的管理。好。
好，这期视频呢，可能啰啰嗦嗦也说了很多，希望大家可以给我视频点赞、关注我的频道以及转发给你的朋友。最后呢，也非常欢迎大家加入我的 Discord 社区，跟大家一起来交流最新的一些资讯。就这样子，拜拜。